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佛禅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9月8日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苏格兰巴尔摩勒尔城堡去世，享年96岁。作为全球有史以来在位最长的君主，伊丽莎白女王的长寿和保养秘诀是什么呢？一、长寿基因。为什么英国女王一家都那么长寿呢？答案可能纯粹是遗传学，说白了就是家族基因太强大。英国女王和她丈夫菲利普亲王都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后裔，而维多利亚女王则活到了81岁高龄。再看维多利亚女王的母亲维多利亚公主也活到了74岁，而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乔治6世，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父亲活到了56岁。但伊丽莎白二世的母亲伊丽莎白王太后活到了101岁的极端年龄。这些长寿基因似乎已传递给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。至于菲利普亲王，他也活到了99岁，而这无疑得益于他母亲强大的长寿基因。他母亲爱丽丝公主活到了84岁，而爱丽丝公主的母亲黑森林维多利亚公主活到了87岁。黑森林维多利亚公主的祖母是维多利亚女王，这证明了英国皇室长寿的遗传因素实在太强大了，平均年龄都在80岁以上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她的丈夫、儿子能够长寿也不奇怪了。2. 生活规律，饮食少而精。晚上11点准时入寝，早上7点半按时起床，是女王几十年来雷打不动的作息习惯，即便是出国访问或者旅行也不会改变。夜间不参加什么活动，只要一到22点，女王便先行离开，以确保在23点就寝。每天早晨，当女王从睡梦中醒过来后，不会立刻起床，而是在床上再躺半个小时，做一套自编的健身操，然后起床。据英国王储查尔斯透露，他的母亲对饮食非常讲究，注重少量而精致的饮食，即使再美味的食物也只吃1-2口。女王是一个严格自律的人，她的饮食习惯有个特点，定时定量且少而精。无论是平时家庭聚餐还是参加宴会，再可口的食物，女王也顶多只吃1-2口。她爱吃黄油，但为保持身材会尽量少吃。出席招待活动时会吃一些含黄油、奶油较多的食物，私下就餐则吃相对清淡的食物。平时更喜欢吃家常菜，而且不在正餐时吃土豆、米饭、意面等淀粉类食物。为女王掌勺10多年的前御厨达伦·麦格雷迪曾透露女王的饮食习惯。他说，女王坚持吃时令蔬果，比如只在夏季吃皇室花园出产的草莓，绝不会在1月吃这种水果。在夏季，女王的饮食会变得简单清淡，西红柿和莴苣叶是必不可少的，而且不用油炒，也不蘸蛋黄酱之类的调味品。英国人有下午茶的习惯，在冬天3点就已天黑的下午，喝杯热茶吃甜点是何等享受啊！可女王从不碰含奶油、巧克力之类的蛋糕以及各类甜点。其侍女奥德利·泰勒在菜单笔记中证实，女王很喜欢吃燕麦饼干。女王吃饼干时还会配点小料，如红糖、蜂蜜、果汁或果酱等。但是女王自控能力好，从来不多吃，难怪身材一直这么好。3. 薏米水和燕麦。英国老年医学专家迈克尔·戈登博士总结的女王健康长寿秘诀之一，就是女王每天下午5点固定一杯薏米水。这杯薏米水是由半杯薏米、2.85升开水、2个柠檬、6个橙子和少许红糖煮制而成。中医认为这水很有讲究。下午5到7点是肾经当令，是人体补充元气、排毒祛湿的最佳时间。薏米健脾祛湿，有助于人体排泄；柠檬有解毒功效，再加上富含萝卜素的橙子，温通血脉的红糖，能够改善循环系统，增强生命活力。对女王平时喜欢吃的食物，查尔斯王子在《公爵原味食谱》一诗中透露了不少：燕麦面包、燕麦饼干、烤嫩羊肉、果汁果酱、绿色果蔬都是最普通不过的食物。但要说女王最钟情的食物，那非燕麦莫属了。
燕麦面包配菜汤。燕麦面包切成小块，撒少量盐和胡椒，再来一点切碎的百里香和橄榄油。查尔斯王子的描述看着就让人流口水，难怪女王爱吃。女王还会喝一小盘甜菜根汤，红红的汤里有胡萝卜、洋葱、土豆、牛肉，品种还真不少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副研究员杜松明介绍，提起燕麦的好处，大家可能会说出一大串，降胆固醇、防结肠癌、预防肥胖等等，可吃法还得向女王学习。燕麦面包切成小片，淋点橄榄油，稍微煎一下，对心血管有益，搭配蔬菜汤食用，谷菜肉都有，营养全面。4. 酷爱骑马，坚持皇家步行法。英国女王对运动很重视，酷爱和骑马有关的一切运动。70岁以前，女王几乎每周都要骑马数次，每次坚持1到2个小时。在夏宫温莎堡附近的大公园内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女王骑马奔驰的矫健身影。2003年，女王在骑马时跌伤膝盖软骨，手术后骑马次数减少，但1个月至少有1次。随着年事增高，面对高强度、高难度并有一定危险度的骑马运动，女王已是望之兴叹。几十年来，伊丽莎白女王一直坚持每个周末在温莎大公园里散步。女王散步的方式很特别，采用的是皇室步行法。顾名思义，就是步行时像头戴熊皮帽子的女王卫兵一样，挺胸抬头，步速较快，且持续一段时间，直到身体有了微微出汗的感觉。这种步行的姿势能纠正老年性驼背，去除腹部脂肪，锻炼心肺功能，让人精神焕发。5. 与时俱进，热爱新鲜事物。伊丽莎白女王虽然年事已高，但仍非常善于接受新事物。她可以很熟练地使用互联网，并通过互联网了解世界各地的信息。她甚至还有自己的官方推特。可谓保持一颗年轻的心，一定是让人永驻青春的秘诀。为了与时代同步，女王非常注意对知识的更新。每天早晨，她都会准时收听英国 BBC 广播电台最有影响力的今日节目，晚上则收看电视新闻。女王的知识非常渊博，有几位首相曾在女王面前露过怯，他们回答不出女王提出的问题，最后还得女王告诉他们答案。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，女王大人的入场有些精彩。英国最著名的特工詹姆斯·邦德来到白金汉宫，拜见了女王大人和她2只宝贝爱犬，并护送她登上直升机，一路陪同来到奥运会体育场，并从盘旋在场馆上方的直升机里跳伞入场。酷不酷？其实呢，从登上直升机之后的部分是由替身完成的，但是能和007的扮演者英国男星丹尼尔·克雷格一同出镜为奥运会拍摄小短片，已经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就连女王的亲孙子威廉王子都吓了一跳，但是看完奶奶的表演，威廉王子感到特别自豪。其实在小短片里他演得不错，他甚至被邀请参演了下一部007电影，我真的太为他高兴了。2013年，女王在有着英国奥斯卡之称的丹斯的大奖上获得荣誉奖项，以感谢她为电影产业做出的贡献。在颁奖典礼上，她还被称为最让人难忘的邦女郎。伊丽莎白女王生性开朗幽默，在英国人心目中她就是完美的化身。鲜艳悦目色调柔和的服装，永不重复的漂亮帽子，极有品味的鞋子，让女王的风格百变而又统一，引领英国上流社会的时尚潮流。女王的御用服装设计师向媒体透露了女王穿衣的一些小秘密，比如女王喜欢穿黄色和粉色这样鲜亮的颜色，这样她即使在人群中也会显得很120去世。过去媒体常常用流水的首相、铁打的女王赞叹她的长寿。作为英国君主70载，伊丽莎白2世跨越多个时代，她先后经历了15位英国首相，14位美国总统。年仅27岁即位为女王，直到96岁去世，伊丽莎白经历了无数个历史的巨大瞬间，可以说她是历史的见证人，也是一个时代的符号。她的去世带走了一个时代几代人的记忆。
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出生于1926年4月21日，其父亲是乔治六世，母亲是伊丽莎白王后，曾祖母是维多利亚女王，妹妹是塔格丽特公主，可见其身份高贵，具有最正统的皇室血脉。她为人谦逊，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能成为英国女王，并肩负起女王的责任。她的这种性格赢得了人们的敬爱。上图拍摄于1940年在温莎大公园的皇室小屋，伊丽莎白二世与妹妹塔格丽特公主在马车上的留影，可以看到旁边还有一只柯基犬，这是她的爱犬。曾在电影2012中被调侃，电影中的女王殿下逃难时都要带着自己心爱的柯基犬，可见其对她的喜爱程度。伊丽莎白二世没有上过学校，都是请的家庭教师，从小受到宫廷氛围的熏陶，她成长得越发的美丽优雅。这张图是伊丽莎白二世身穿戎装的留影，浑身散发着高贵，军装让她显得英姿飒爽，就算是放在今天，这颜值身材都是女神级别的。她是英国武装部队的成员，也是英国历史上首位公主被允许作为女孩加入军队的。她的颜值真的很高，是一位优雅迷人的名媛。照片中的她始终保持着笑容，高贵优雅的气质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。对于女人而言，我们该如何优雅的老去呢？一、积极乐观的心态能够让女人更加平和。与优雅相对的一定是粗鄙，这个词对于女人而言并不理想。有些女人多在婚前婚后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，比如一些女人在进入40岁之后的群体变得脏话连篇，很多行为上也不注意了。她们喜欢抱怨，更爱指责。如果此刻这些女人没有意识到自身这种变化，就很容易导致性格上的改变，那么自然距离优雅是越来越远。所以说，一颗积极乐观的心态才能够让女人更加的平和，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重要，关键点在于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件事。只有你的想法足够积极，你才能够去正视任何烦恼。二、懂得调控情绪，女人才能够洒脱。每个人都会产生情绪，但是对于女人来说更加容易情绪化。女人相对于男人生理条件来说更容易激素水平不稳定，因此情绪化严重。另外，女性不如男性面对问题上理智，尤其是很难去调节情绪。优雅的女人不会喋喋不休，而是更懂得做事情的分寸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必要谈及学会自我调控情绪的重要性。只有你自己能够适度地将情绪对自身的伤害降到最低点，才能够处事不惊。每一次在出现糟糕情绪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适当的保持深呼吸，同时也在潜意识里告诉自己努力去压制，这样在一次次努力当中就能够得到一种提升。三、追求精致的意识，女人才能够时刻优雅。女人的优雅不是一时的，想要优雅的老去，一定需要的是追求精致的意识。只有内心深处潜藏着对于美的渴望，大脑才能够发出正确的指令，也就是优雅。时刻保持一种优雅的姿态，随着时间的变化，这种优雅也会在人们的头脑中进行反复的练习，最终养成一种习惯。每次在我们说话还是做其他动作的时候，这种意识都会成为指引我们的一种方式。优雅不是刻意的，而是一种很随性简单的动作，而这也必定是一个长久而漫长的过程。优雅不仅仅表现在言语举止当中，更多的是源自于内心的一种雅韵。女人想要优雅，必先修身养性，从本我的心理出发，有一种积极健康的心态，才能够活得优雅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10句经典名言，希望你能有所收获。一、别对自己太苛刻，世上没有人通晓一切智慧。脱下女王的王冠，伊丽莎白女王就只是一个爱护家人的母亲，不把自己看得太伟大，不给自己太多的枷锁。就像这句话说的，没有人能通晓一切。即使在公众场合，想笑就笑，想哭就哭，女王的长寿秘密就是拥有一颗乐观开朗的心。二、如果我穿米白色，不会有人知道我是谁。
女王一向喜欢五彩缤纷的套装，将穿着视为个人招牌与形象，这是女王对衣着的讲究。身为英国皇室大家长，除了里子要顾，外表的体面更象征着皇室对待场合的尊重。3. 当遇见生活中的困难，期许自己当那个为了未来起身奋斗的人，而不是直接屈服于失败。人生经历生老病死，难免起起伏伏，颠簸不定，但没有苦哪来的甜呢？遇上困境，不如将它视为成长的机会与动力，跨过了这一切的经验积累，就会成为你人生中最丰盈的果实。4. 经过好的训练，一个人可以成就很多事。人有无限的可能，伊丽莎白验证了这句话。年轻时曾经先后统领过30余个国家，高尚的品格和实力人人有目共睹。而能为大英帝国不断缔造传奇，就是因为他坚信好的训练可以成就一个人。不说别人，他自己就是优良训练下的最佳佐证。5. 有些难过和痛苦是言语无法抚平的，悲伤是我们为爱付出的代价。红色罂粟花针象征着对壮烈牺牲将士们的缅怀。伊丽莎白女王从不轻易掉泪，但每一滴泪都是格外的真诚真切。悲伤很难用言语衡量，情绪也很难说散就散。就像女王说的，悲伤是为爱付出的代价。由爱而生的悲伤并不难堪，不过日子要过，时间在走，眼泪干了就把情绪收进心里收藏吧。6. 我知道菲利普亲王不喜欢接受赞美，但一直以来他都是指引我方向给我力量的人。伊丽莎白女王与丈夫菲利普亲王两人相知相惜的感情值得我们羡慕。菲利普亲王是一位直言不讳风趣幽默的绅士，他的魅力与温暖也感染了伊丽莎白女王。他们相互敬仰却不大肆生扬，他们彼此尊重更相互扶持成长。7. 去建立关系并珍惜，比起厌恶与破坏本就困难许多。寻获一段知心相契的感情本就不容易，但跨出步伐去掌握珍惜，更是每一个人一辈子都学习不完的。伊丽莎白女王对关系的谨慎和看重，或许某一方面也是来自于身份的束缚与压力。不过即使是背负千万人民的期待，她也从不轻易疏于感情的经营，无论是亲情、婚姻还是民情，因为厌恶是瞬间，若能勇于把握情谊，便是人生永恒的印记。8. 胆小的人可以逃跑，但危机往往由具有高贵胆识的人解决。伊丽莎白女王即位后曾造访多个国家，她圆滑温润的社交手腕让各国都不得不对她礼敬3分。在她眼里，没有胆怯的人，只有不愿承担的懦夫。一个女性皇族能有莫大的能耐，将危机化作转机，就是因为她从来不做胆小的人。9. 好的回忆是令人感到幸福的第2次机会。一切往事即使烟消云散，但你只要把它存封于心中，时刻回味，人生也将更加饱满。女王正是在这样的价值观、人生观支配下，实现自己完美的君主生涯。10. 我需要被人民看见，才能被相信。幽默是她生活中的核心。伊丽莎白女王每一次露面都不曾有倦容，每一次面对人民总是以笑脸迎人。最近一次露面，她似乎还很健康。当时她正接见英国的新任首相，也是第3位女首相特拉斯。图片显示，英国女王是拄着拐杖独自站立的，而且从拐杖的倾斜角度看，她似乎也没有格外依靠拐杖。后续英国女王又和对方握手，只是接受对方的屈膝礼，神态和表情都很自然，举手投足也看不出异常。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你的言行举止，你的品格态度，都是他们打分数的基础。70年的君主生涯，他一直信奉这样的格言，以精神抖擞的姿态参加各种公开活动，让民众真切地感受到君主的存在。女王的笑容是英国民众心目中的寄托。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。
喜欢佛禅频道，别忘了点点订阅和转发哟。在这里，你永远不会孤单。